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近日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指出，中国经济的困境远比表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。最新公布的各项经济数据令人心惧。1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第8个月处于收缩区间，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低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最新一期的 CPI 同比下降 0.5%， 创下了3年来的最大跌幅。但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，正如傅鹏所说，隐藏着更深层的危机。让我们从最基本的消费说起。傅鹏观察到，街边的奶茶店从原来的20块一杯，悄悄变成了9.9买1送1。肯德基的优惠券在年轻人的手机里越囤越多，因为他们开始精打细算，等着周4的特惠日再去消费。中产阶级的消费降级已经不是个案，而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 8.2%， 远低于疫情前 20% 左右的水平。但即便是这个看似还算不错的数字，其实还包含了通胀因素。如果扣除价格因素，实际消费增长恐怕只有 3%至4%。最让人揪心的是中产阶级的快速陨落。傅鹏在演讲中透露，今年全国新增网约车司机超过200万，这些人从哪里来？答案很简单，他们就是从中产阶级坠落下来的。原本在金融、互联网等行业工作的白领，现在不得不转行开网约车来养家。傅鹏举例说，杭州的美容院转让数据更说明问题。据统计，仅2024年上半年，杭州就有500多家美容院挂牌转让。原因很简单，中产阶级的老婆们没钱做美容了，他们背后的男人们陷入了降薪裁员的恐慌。别以为高端市场能独善其身。数据显示，今年前3季度，香奈儿、LV 等轻奢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额同比下跌超过 30%。傅鹏指出，杭州已经出现租奢侈品的新业态，25块钱一天租一个香奈儿包，供年轻人拍照打卡。这种租得起买不起的现象，恰恰反映了中国消费能力的断崖式下跌。傅鹏认为，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更触目惊心。今年1至11月，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跌 47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即便政府推出各种救市政策，市场反应依然冷淡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购买力。他用一个简单的计算说明问题：上一代200万买的房子，现在想600万卖给年轻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年轻人拿出未来40年的收入来还贷。但问题是，在经济下行、就业不稳的大环境下，年轻人连首付都凑不齐，更别说背负40年的房贷。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。傅鹏警告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超预期。预计到2030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3.5 亿，占总人口的 25%。但与此同时，养老金亏空问题却日益严重。据测算，到2035年，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10万亿元。最令人不安的是，政府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滑，地方债务风险高企。据统计，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已超过90万亿元。而今年前3季度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 25%， 这个原本可以用来偿债的重要来源也在迅速枯竭。傅鹏指出，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，到2030年，中国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3重压力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、经济增长动能不足，以及债务风险集中爆发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傅鹏说，看看周边的日本就知道了，泡沫经济破灭后，日本经历了整整30年的停滞。但中国的情况可能比日本更糟，
因为我们是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遭遇这场危机。在谈到政府政策时，傅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最近的政府工作会议上，各部委轮番上阵放出利好政策，但市场反应却异常冷淡。A 股更是上演了利好出尽是利空的经典剧情。为什么？答案藏在 PPI 数据里。傅鹏分析说，自2023年初以来，中国的 PPI 一直处于负值区间，到今年11月已经连续下跌15个月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了一场空前的价格战。拿新能源汽车来说，2023年，中国新能源车企已经打了8轮价格战。比亚迪从20万降到13万，特斯拉 Model Y 从31万砍到25万，五菱宏光 Mini EV 更是杀到了2.8万的惊人价格。但即便如此，11月的销量数据显示，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首次出现下滑。更可怕的是光伏产业。傅鹏说，据统计，中国光伏企业产能已经达到全球需求的3倍。硅料价格从去年的27美元公斤暴跌到现在的3美元公斤。一位业内人士向他透露，现在不是比谁赚钱，而是比谁能撑得更久。傅鹏特别提到手机市场的困境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下跌 15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国产手机品牌的平均利润率已经跌到 3% 以下，很多2、3线品牌已经在亏损边缘挣扎。这种全行业内卷的局面，在傅鹏看来早有预兆。从2019年开始，中国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就持续下滑。到2024年，几乎所有传统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都低于资金成本。用他的话说，中国已经进入了典型的产能过剩加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。对于政府的应对方式，傅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比如半导体产业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全国有超过200个芯片项目在建，总投资超过2万亿。但他指出，这些项目 90% 都会亏损。为什么还要投？因为这是国家队在背后推动。傅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，中国的产业政策套路其实很简单 ，JQK 模式。J 就是让你进来 ，Q 就是圈钱 ，K 就是把你 KO 出局。政府先放水让你进来，然后各种补贴圈地大干快上，最后扔到市场上自生自灭。这种模式在过去或许管用，傅鹏解释说，因为有源源不断的需求在支撑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前做个项目亏了还能靠居民加杠杆买单，现在呢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到顶，年轻人不愿意也没能力再接盘了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 64%， 虽然比发达国家的 70% 还低，但傅鹏提醒，中国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。老百姓还要操心养老、医疗、教育，实际的债务压力比表面数字要高得多。更糟糕的是，傅鹏指出，这种产能过剩不能像以前那样靠出口来解决。在全球右翼化、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中国制造业想要继续占领国际市场变得异常困难。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不说，就连越南、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对中国产品设置各种壁垒。在傅鹏看来，现在的国际环境跟20年前完全不同了。以前世界在左翼化，讲究包容开放，现在全球都在右翼化，各国都在强调自身利益。中国想靠产能输出解困，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。最让傅鹏担忧的是，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，很多企业开始铤而走险。据他了解，某些企业为了保住市场份额，不惜用高息民间借贷来维持运转。还有企业干脆放弃研发投入，一门心思搞价格战。这种恶性循环
最终只会加速整个产业的崩溃。看到这么多悲观数据，傅鹏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出路？他认为答案是有，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。首先，傅鹏强调了再分配的重要性。2024年的数据显示，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.47， 远超国际警戒线 0.4。最富有的10%人群占有全国70%以上的财富。而与此同时，年轻人的平均月收入不到5000元，还不够一线城市房租。傅鹏指出，这种贫富差距不改变，内需就永远起不来。有专家算了一笔账，如果能把最富裕20%人群的财富转移5%给中低收入群体，可以带来至少3万亿的消费增量。但傅鹏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，谁愿意让出这个蛋糕？所以现实是，富人在忙着转移资产，中产在拼命囤积现金，穷人在负债度日。第二个关键词是产业重构。傅鹏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只有 75%， 创下10年新低。但高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还不到 3%， 远低于美日韩等国 5% 以上的水平。更要命的是人才流失。傅鹏引用统计数据说，2023年有超过28万名高科技人才选择出国，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高达 65%。一位芯片行业的资深人士向他感叹，现在不是缺钱，而是缺真正的人才。大家都在喊遥遥领先，但核心技术的差距反而在扩大。第三个关键词是债务重组。傅鹏警告说，到2024年底，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率预计将超过 GDP 的 300%。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已经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。他透露，某省会城市的财政官员告诉他，现在连发工资都成问题，只能靠借新还旧来维持。但最可怕的不是债务本身，而是傅鹏所说的债务背后的增长动能在消失。过去40年，中国可以靠房地产、基建、出口这3驾马车来化解债务。现在呢，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基建效益递减，出口受限，债务怎么化解？傅鹏预言，未来5年，中国很可能会经历一场比日本更惨烈的债务危机。因为日本当年好歹还有发达的产业体系和海外资产收益，而中国现在两手空空。说到这儿，傅鹏提到了一个最新现象。最近杭州、深圳等地的豪宅市场突然活跃，成交量环比增长 30%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钱人已经嗅到了危机的味道，纷纷抛售金融资产，转买实物资产保值。这就是傅鹏所说的典型名司机时刻前兆，当经济开始恶化，富人先跑，中产接着跑，穷人最后背锅。过去1年，中国股市蒸发了15万亿市值，但蒙着面提现金的富人们从未间断。那么出路在哪里？傅鹏给出了3个建议：一是通过税收等手段强制再分配，补贴中低收入群体；二是放弃大而全的产业梦想，集中力量在几个关键领域突破；三是趁着危机没完全爆发前，主动破旧立新。但现实很残酷，就像傅鹏在演讲最后说的，每个人都知道问题在哪儿，但真要改革，就会动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不改不行，改又没人愿意出这个头。2024年已经快要结束了，但傅鹏认为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放眼全球，美联储加息，地缘政治动荡，科技封锁，一个个黑天鹅正在逼近。而在国内，人口老龄化、债务风险、产业转型等深层次问题又盘根错节。中国现在不是危机来了，而是危机早就来了，只是我们还在等着回光返照的假象破灭。